在盆景中，榆树是最常见，也是培育造型中最易上手的树种。这是5年前得到的一个榆树小老桩，经过续剪培育成了一片小丛林，感觉有点单调，找了块石头与它为伴，把整个桩卡在了石缝中，对这些干也进行了开口拉弯，重新定型。榆树相对其他树种柔韧性比较好，适合攀杂。这也就是3个月，这些干就基本定位好了。看看开口的地方，伤口已经愈合，再养一段时间，这些痕迹就会消失。榆树以刮寒枝为主，尤其是把这些老叶摘掉，新芽长出来，那个时候的榆树是最佳观赏期，可以让你再次感受到春天的味道。榆树的萌发能力强，这种枝要尽量的把它剪掉，过长的枝条也要剪短。像这种丛林盆景，不要担心枝条长不出，而是要对它进行控养，要让盆景慢慢的变老中，枝盘逐渐丰满。这些枝条一旦长出，失去了比例，就会显得十分难看，只能把它剪掉重来。这就是玩榆树这类生长快的树种的特点。这个枝把它留下来，补充这个空间，与主干形成对比。要控制它不能长粗，也不能长得太大。在丛林盆景中，干之间的空间要明朗，每个枝都有自己生长的空间，多了就会相互对立，显得拥堵，也不符合树的自然生长规律。一上一下的吊拉可以改变枝的弯曲和生长方向。掌握好受力点，再粗一点的枝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。吊拉看似简单，与攀扎相比，它的技巧性更强。吊拉是最早的一种盆景加工的方法，抽完盆景的人应该从掌握这种方法入手。把干之间的距离再调整一下，把它拉过来。这个铝丝一定要锁紧。这种小树对整个丛林空间的调节很重要，有大小的对比，也能丰富丛林盆景的纵深感。榆树盆景的顶端优势是非常明显的，要经常抹掉一些多余的芽，控制它的顶端生长，保持整棵树上下生长的平衡。榆树适应各种造型，玩之前要多琢磨一下树桩。好的盆景都是在反复观察中被发现的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